我有初恋了，可能我有初恋了。我天！先生，这个波士顿龙虾呢是我们店的特色，今天做特惠，一份只要499元，有没有兴趣尝试一下？对，那个波士顿呢，我们经常生活在那边啊，今天就不点了，好吧？因为吃腻了。对，我们就干脆按我说。来了。谢谢。大白天点白蜡烛，你这是要纪念谁啊？纪念我们俩美好的一天啊！服务员，我们这……哎，我们来了！哎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2个闺蜜，小红和圆圆。这位呢，就是今天请吃饭的帅哥，海星。哎，好像没有想请我们吃饭啊，才2个餐具。没，加餐具。哦，没看见人来了吗？好的。不好意思，红红是吧？啊，小圆，海星啊，我是海星，海阔星空的海，日月星辰的星。你们想吃点什么？你们吃了吗？谁吃了还来饭店呀？我呀是刚训练完，我那些队员们都饿得嗷嗷叫。本来呢是想把我些队员也一块叫来，后来这不是为了给你省钱吗？就把我2个闺蜜给你叫来了。好。我刚才点了一些东西了，你看你们还不要加点什么东西？就等你这句话。服务员，哎，刚刚这位先生都点了些啥呀？其实我觉1得份凯撒沙拉，2份意大利肉酱面啊，就没了。哎，你不再叫点什么了？其实中午吃了很多，然后晚上我就少吃一点，就不吃了，看你们吃就好了。啊。哎，别说啊，这家菜还真挺好吃的。甜甜怎么找到这家店的？网上搜的呀。我一直惦记着，想着说谁请客的时候来搓一顿，这不，有人撞枪口上了。海星，你可真幸运，该改名叫幸运星。哎，别光吃，换一个吧，干一个，干一个，开心。来，谢谢啊，谢谢啊。不客气。好吃。先吃这个。我去加点水啊。你们吃。给，这不你点到这个我喜欢吃这个。哎，我跟你说，太好了，美女，太好吃了。我这拍个照。干嘛呀？哎，能不能不说八卦呀？这不说了。美女，咱们这桌大概多少钱？稍等，我先帮你去看一下。哎，好了，辛苦了。哇，这个肉真的好多啊！哎，您好，一共是1888元。咱们啥时候还能生日？挺好啦。那个，其实我也是搞餐饮的，咱是一家人，我觉得吧，应该打一折。你看，1500行不行？不用了，那位女士刚刚已经付过了。我告诉你们啊，使劲吃，这些东西打包就没法吃了，知道吗？不打包，不打包，是就在这吃。我明天胖10斤我也愿意。你给我夹个那个，加个
文宇，多吃点水果，多吃。哎，好吃吧？比我妈做的好吃。你这个太不好了，你出来吃饭都该男士请客的，这样下次吧，下次我请。行了，你就别客气了。你要真有诚意呀，等回头把我们队员都叫来啊，你再请客。不是钱钱，我觉得就我们两个吃饭不也挺好的吗？非让我把话说得这么清楚吗？你别，你别说，我特别明白。你现在对我没有感觉呢，很正常。但是呢，我觉得两个人这事啊，只要有一个有感觉，这事就成一半了。你逻辑性挺强啊。我觉得一半都说少了，你不可能对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吧？不然你怎么请我吃饭呢？你觉不觉得咱俩脑回路完全不一样？所以很互补啊，你不觉得很难得吗？再见。明天见，好吧？慢点开啊。那个安全带系好。然后你们哎。本来呢，我是不想直接说的，可是我发现啊，你不跟他直接说，他根本就听不明白。这样也好，让他呀知道我们俩之间是不可能的。你确定你说清楚了？说清楚了呀。那就好，免得大家都尴尬。啊？那你比我厉害多了，对吧？我都没被人花过钱。那还说什么了？人家一出手小2000。哎，你说一个女孩给男孩花钱，那说明什么？对吧？还带她姐妹来。你这么说，成了呀？这事儿我觉得差不多，但就是跟我现在还是有点矜持。但我能理解，人家情感节目里说了，女孩矜持，男人就要坚持。你放心吧，这事儿你就祝福我吧。行，晚安，祝你幸福。牛，呸！哎，海星跟倩倩有戏啊？海星打电话说半天，说倩倩对他有意思，他俩应该能成。不是这样啊，你跟我跟他说，海星理解是错的，有些话他不说了。你听见了？这太不好意思了。海星说了，说他啊，倩倩一直想给他一种这个知难而退的感觉，但是海星了解这套路啊，越挫越勇，现在是。海星是不是误会了？他别甭怀疑。海城8号这个项目我们总算是拿下来了，接下来将是一场硬仗。侯爵，执行方案由你来牵头。行啊，我觉得我还是跟那个包小涵我俩一起，我们两个吧还能取长补短啊。哎呀，那小总，谢谢你看得起我啊，但是这个我真做不了。有什么做不了的？你不是做过吗？我以前做的都是小项目，就特别小那种。这也没多大呀。不，但咱们智荣建设要求高啊，这真好了，任务来了都往后躲，像什么话呀？啊！既然包小涵他不愿意做，你就自己做。下周一拿出实施方案，这也是你向全公司证明自己最好的机会。散会。糊了！不是这他妈怎么了？怎么还越打手越臭呢？翻不过来了还？那啥，要不今天咱们这样吧啊？反正我哥是不是也没钱了？啥意思啊？你哥能没钱吗？不是这意思。怕你哥不给钱是吧？不，放心啊，你哥有提款机，知道吗？提款机搁哪儿呢？搁哪儿呢？啊，能告诉你啊。来，浩哥就没欠过咱们钱。来，什么时候行动啊？没有行动了。什么情况？等会儿我打个电话。
哎，表哥，别介，我这后边还等着那5万块钱呢。人现在请了个私人保镖，所以咱们在做什么都没有意义了，知道吗？后面的计划取消了。还有谁是你表哥啊？啊，别跟我套近乎。没出5副都是亲的，表哥。这现在物价太高了，我这5万块钱还没听见响呢就没了，还欠了一屁股饥荒。要不先把那5万块钱借我花花呗。这才几点啊？开始做梦了吧你？5万块钱给你不少啦。做人呢，最主要是识趣。还有啊，没事别给我打电话。不是你玩我呢？哎，快点啊，把这货装在车上，一会儿把这些送到 A 区，啊，都看着点啊。然后这面的货，小张你去送那个 B 区啊。哎，好。谁呀？张姐，你忙吗？我去开。啊？行。你好，你的快递。谢谢啊。小侯总，这是你的吧？什么东西啊？有你快递。我快递？什么东西啊？不知道啊。啊，是我买的拖鞋，应该。哎，张姐。哎。我给你买的那个新拖鞋到了。啊？是吗？我来开。什么时候买的？一个能保健瘦腿按摩的拖鞋。这忽悠我什么瘦腿？这真是，真孝顺，还知道给我买拖鞋，真会买呀！小心手，没事。看看。哎呀，天哪！我天哪！这谁弄的那么缺德的事儿啊？怎么放了一只死耗子在里面呢？天哪！是不是我下错单了？张姐，没事啊，不怕，坐好。没事，哎呦，你这得罪谁了？你这是。味儿，赶紧扔门外去，快啊！哎呀，张姐，快擦。哎呦，这赶紧拿出去，味儿太大了。哎呦，怎么还有你的照片呢？你拍什么呢？啊？拍一下这个地址，到时候查一下。这恶心死了！哎呦天！要不要喝点水啊？没事。喝啥水？哎呦，太臭了！你好。哎，二位找谁啊？麻烦你帮我查一下这个快递的发件人，我在官网上没有查到。这包裹单是假的。什么假的？这里哪有假的？这包裹单上啊，有我们公司名称不假，但这条码不对，我扫不出来啊。你们有所不知啊，现在这网上都有卖这个假快递单的。现在这人呐，净东西这些歪脑筋，有这功夫干点啥不成啊？哎，麻烦你看一下，这个快递员是不是你们公司的？柱子，过来。你们看是他吧？这小区归你管，这个包裹你送的？我想起来了，这包裹是我送的，但当时扫码签收的时候怎么也扫不出来，包裹号也不对，我当时就纳闷了，这包裹哪来的？会不会有人趁你不注意放在你车上的？我也是这么想的，可能是有人想省钱，不想交快递费吧，就当好人好事了嘛，我就送了。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没事，忙去吧，柱子。那个实在不好意思给你们添麻烦了，你看有什么我能帮助你们的吗？没有了，谢谢。有需要我再联系你。啊，走吧。这次真是出了一口恶气，这孙子还以为我真不敢惹他，他身边带个保镖，我傻呀？好汉还不是眼前亏呢，对吧？浩哥，咱们能泡他吗？我这是怕他呀。说的那话，浩哥怕过谁呀？浩哥，干他鼻青脸肿，
P 照片给他老子发过去，让他老子出血。哎，弄他！我刘铁浩因为这事儿怕过谁啊？啊，不能有啊！干他！干他！来了，浩哥牛！就这件衣服特别好看，给你选的这，哎，我前2天就看着特别漂亮。就这个，你看，哎，这个我给你选的，漂亮吧？是啊，你穿上肯定好看。不是我，你看我给我自己也选了一件。你穿好看。老板，这衣服还打折吗？打折，现在做活动打4折，还打4折。你看我那天看的是打5折，现在打4折，还便宜呢。哎，真好，更便宜了，是不是？哎，好不好看？太好看了，张姐眼睛就是说，是不是？这就是你的衣服，我跟你说，太符合你气质了。你快把这不是，没事，我看看，你去试试我看看。好看吗？好看，来我来拿。没事，我拿又不沉。我那天看见他打5折，今天打4折，多好，是不是？谢谢张姐。嗨，没事儿，就知道你喜欢。有人偷拍你啊？拍谁？拍我啊？哪儿啊？你看错了吧？拍我干嘛？没错，就是上次撞你车那个人。谁？哪有人呢？在哪儿了？就是他。别让他拍了，走。怎么啦？哎呦，又是你啊！谁呀？谁没完了？没完没了的怎么？你谁啊？没事。你干嘛？我看看，别动手啊！干什么你？还嘛呢？大姐？谁让你拍的啊？别动手，听了吗？你再动一试试！动手啊！呵，松开！有话好好说，别动手啊！打人是吧？人多欺负人少是吧？行，媳妇你怎么了？你不是我拍你吗？我现在就拍，我让社会舆论淹死你们！你还拍？我拍！我警告你不要再拍了！你管得着我吗？你警察呀！我拍，哎，我横着拍，竖着拍，打我，来，照脸打我。你发这些照片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这事儿结束了，没这事儿了，我告诉你了。日子不好过，缺钱呢。之前都是我帮着你，现在该你帮帮我了。虽然你不把我当弟弟，但是我把你当哥哥呀，大表哥。姐，把侯姐手机号给我，我会那小子，让他挂点彩。照片我会发给你，你交给他老子。我办事儿你放心，现在就缺手机号，怎么做你懂的啊？哎呦，你说咱俩这个关系，要让他爸知道了，这是对我不利呢，还是对你不利呢？这人谁呀？他干什么的呀？真是！甭理他。小子，带一娘们不够，还带俩娘们罩着你，是吧？再年轻些，有种单挑！踹死他！单挑就单挑。明天上午11点，王民路废弃老楼，不见不散。不就是孙子？哎，11，侯总让你上班后到他办公室一趟。好，我知道了，谢谢。赶紧去吧，搞不好昨天上省的事儿，啊！
姐，侯总等你呢。王璇，麻烦你帮我看着一下小侯总，如果他出去的话，马上告诉我。好的，没问题，谢谢。环境不错。你们是谁老板？两位帅哥怎么了？吃饭还是住店啊？住店。得嘞。老板。哎，来了。带2位客人上楼看看店啊，再看看房。啊，他们2位是吧？对对。啊，行，你们2位跟我上楼去看看房间吧。走。哎，中午可以在这吃饭啊。好嘞，好嘞，好嘞。怎么了，侯大公子？海星啊，奔驰开的公。到了刘铁浩发过来的照片，你怎么看？从昨天的情况来看，刘铁浩暂时没有要伤害侯爵的想法，他只不过是想让您担心，达到他讹诈的目的。钱的方面，我认为不能给，也不应该给。保护侯爵是我的工作，您放心，我以前遇到的情况比这还危险。师爷，不管你用什么方法，只要把这件事情给我解决了就行了，啊？我明白。马总。啊？你手上那些短信记录还有通话录音，暂时还不能够形成报警的证据。啊。但是要留好，一旦可以形成证据，我们会让他得到应得的惩罚。好，你放心，我会的。师爷，辛苦你了。这是我应该做的。小侯总。啊。啊，哎，李柱啊，老五，你找我？啊，不是，我找大鹏。哦，摩托车不错啊，是。哎，有事吗？说。那什么，有事吗？说呀。哎，实话跟你说吧，我想找大鹏好好谈谈。啊？一楠在外面听到了很多关于十一的风言风语。你就算是真的分手了，大鹏也不能在外面说十一的坏话，你说是吧？对，好合好散嘛。年轻人哪有不犯错误的？对。哎，老五啊，这样，我见着大鹏啊，跟他好好说一说啊。好，回见啊。哎，回去。啊，慢点啊。好嘞。快说啊！合二为一。衣冠楚楚。我楚楚动人不？楚楚可爱。没用，爱莫能助。
祝你平安。又来这招，洗碗去吧你。这。来了，我去开门啊。您找这位是大鹏。哎，大鹏，叔叔啊，你们吃饭啊？那我改天再来。11爸爸，叔叔，既然您都来了，进来坐吧。对，那就进来坐吧。您坐，叔。去，给叔叔倒杯水。水不在这儿吗？叔叔，您喝水。叔，我是大鹏女朋友雪梅，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。我跟大鹏好挺长时间了，他什么事儿都不瞒我的。挺长时间了。叔，您吃饭了吗？你在怕什么呀？叔叔，我知道您今天过来想说什么，我也特别能够理解您的心情。但这个事儿吧，我希望您能换位思考，站在我跟大鹏的角度来看啊，可能从您的女儿嘴里说出来，我是个第三者，但是现在我告诉您，我不是。我跟大鹏在一起的时候，他们已经分手了。已经分手了。而且据我所知，他们真正分手的原因是因为你女儿太忙，没时间陪她。她现在最需要的是一个能够欣赏她、陪伴她的人，我就是那个人。我欣赏她的才华，也是因为我的鼎力推荐，她的作品才被更多人看见。叔叔，您现在还觉得我是个第三者吗？大鹏，他说的是真的吗？你说话呀！你先别说话。大鹏，我问你，你为什么要到处跟人说，是11变心有外遇的？叔叔，我没有，不是我跟他们说的。那别人呢？现在可不止李处一个人这么说。叔叔，我发誓，真的不是我说的。那太好了，你马上给他们打电话，告诉他们他听错了，有外遇变心的是你。叔叔，有这个必要吗？有。朱大鹏，我今天来，本来是要跟你道歉的，希望你能不跟11计较。可没想到，你不仅出轨了，还背后这么说11，你太卑鄙了！要诬陷我的女儿，我绝不答应。叔叔，我跟11已经分手了，我跟你也没有任何关系。你那么不请自来，跑到我家里边命令我做这个做那个，对我女朋友大呼小叫，您觉得合适吗？还有，我凭什么要去跟他们解释啊？叔叔，请您离开吧。我相信大鹏。这两个混蛋的东西！吴天一，我叫你一声叔叔是给11面子，你那么为老不尊，还差点上了失信人员名单，你有什么资格在这教育我们？真逗！他欠债不还啊？不是，我没有赖账，只是钱没有还完。好了，您这样的父亲能教育出什么样的女儿？早就跟你说了，跟这种人保持距离。叔叔，我再一次的请您离开，赶紧走啊，不然的话我打电话叫警察了。这对狗男女！还演上了。叔叔，门在这儿，您别演了行吗？吴天一，叔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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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打120啊！叔叔，叔叔，叔叔。
老天爷保佑我，保佑保佑！让道！来，让开！哎，还愣着干嘛呀？家属快上车呀！不，我们不是家属啊。你们不是家属？但是我可以给你家属的联系方式。来，快！喂，你好。请问你是武天一的家属吗？对，我是。啊，他心脏病突然发作啊，现在正在抢救。什么？哎呀，目前的状况需要立即手术，希望您尽快赶到。是这样的，我现在有事赶不回去，什么时候回去我还不确定。医生，拜托你先治好我爸好吗？我会给领导打电话，他会派人过去的。啊，行吧，那你尽快。好，谢谢啊，拜托了。希望他爸真的没事儿，不然咱俩可说不清楚了。那可不嘛！你要刚才不说话就好了，拦也拦不住。你说我还没说你呢。你不是说咱俩好的时候你们已经分手了吗？啊？那你还在外面那么说十一？我没有。希望叔叔没什么大事儿。哎，但愿他没什么大事儿吧。要十一找回来，那可就麻烦了。我都后悔跟他嚷嚷，我没想到那么受不了刺激。那你刚刚说的那些话是真的吗？啊？那不得了！要不是你说的这些实话，怎么把他的气势给压下去？那看他那个样子，还不得跟咱俩死磕到底啊？爷爷在这儿呢。来，你下来了。甘露好喝吗？下来。你上来呀！我等你半天了。那等着啊。你他妈还挺横，给你水喝还不愿意了是吧？来，开始跑，开始。
还手，你不小红总吗？是你吧？你挺厉害呀！来，冲着我的摄像头笑一个，来，给我还个手，我看看。来，叫爷爷，快点。刘铁豹是。你又来了！我告诉你啊，我不打女人，是不是不记得？干嘛？你来个是不是？没事吧？行了，别打了。警察怎么来了？我报的警。喂，芊芊，我爸怎么样？叔叔是急性心梗发作，刚刚做完手术，没有任何危险，放心吧。赵总安排了单间，还有专人照顾。谢谢，我马上过去。好，挂了啊。上哪儿去啊？我现在不知道把你放在哪儿才安全，所以拜托你陪我去趟医院。我不去医院，我没事。我有事儿。我爸刚在医院抢救完。你爸什么时候去医院的？去找你的路上。你爸都去抢救了，你不去看你爸，你找我干什么？我先到医院，我现在就得去太平间找你了。我得先完成工作。行，跟你开吧。叔叔，你醒了？我这是……您在医院呢，刚刚做了个小手术。我怎么？您突发心梗，做了支架，不过您放心，都没事了。哦，想起来了，都想起来了。你是？啊，我是11的同事，我叫钱小燕。11正往这边赶呢，一会儿就到了。爸11，爸，你怎么样了啊？没事。还有哪里不舒服？放心吧，大夫说休息几天就可以出院了。是不是挺难受的？我爸怎么就突然犯病了？你先躺一会儿啊。急救医生说打120的人叫朱大宝。我查了一下急救地点，就是朱大宝他们家。我爸去那儿干嘛呀？我爸怎么就突然犯病了？你先躺一会儿啊。急救医生说打120的人叫朱大宝。我查了一下急救地点，就是朱大宝他们家。我爸去那儿干嘛呀？不知道啊，估计气不过找他理论去了呗。可真是。医药费公司已经垫付了啊，会从你工资里扣。11呀。啊？
爸，这位是，我是侯爵，说，我是那个11的客户。哦，坐。好。11呀，你怎么让客户来接我？这多不好意思。说，是我们不好意思。11本来早就能来了，但是中间我有点事儿，就给耽误了，对不起啊。没关系，工作要紧。哎，钱钱，我作为11的客户，我要替11感谢你，感谢你替他来看他爸爸。公司有规定，队员在外执行任务的时候，不管家里遇到任何问题，都必须确保任务的顺利完成。公司会第一时间到队员的家里给予支持。哦，那11，我得说你啊，你以后啊，你得把我当成兄弟，当成哥们儿，有什么事儿直接说。以后我们像这种问题，我们要先把正事办了，再回去打架，对不对？打架打什么架？哦，没有，他们说是游戏里的打架。哦，这话你说反了吧？你应该把11当成你的哥们儿啊，能不能稍微配合一下我们工作11就是我哥们儿，11你就是我哥们儿啊。歇一会儿啊。11呀，你还好吧？我挺好的。哎呀，爸，你看你这做手术的是你，又不是我。哦，对了，这个事儿别跟你妈说哦，她来了，我死都死不安生。是吗？什么？你知道11的父母离婚了？知道。 11的父亲因为投资被骗，欠了巨额债务。这些年，他不停地工作为他父亲还债。他掏空所有的积蓄，车卖了，住在公司宿舍里，不舍得花1分钱。可以说是节衣缩食，对自己特别的苛刻。说真的啊，这样的女孩子现在可不多了。侯先生。 这份工作对11来说真的非常非常重要，你可不可以不要再为难他了？他现在真挺难的。我也没有为难他。11呢，个性强，不喜欢跟朋友们说他的难处。我跟你说这些呢，是因为我信任你，但是也请你不要误会，我并不是在为11求你，我只是希望呢。 不要因为任性让他丢了这份工作。我们公司有规定，不管什么原因，队员如果被退回，都会被记录在案，想重新上岗就非常困难。如果这样，11父亲的债可能就不知道该怎么还了。你也看到了，11他非常的孝顺，这件事情就像石头一样压在他的心里。 咱们俩到底欠了多少钱来着？不好意思，这个是私人的事情，我就不方便多说了。好，行，知道。谢谢。11，哎，我先走了啊，我公司还有事儿，照顾好叔叔。叔叔。 您好好休息，过2天我来看您。谢谢你啊，叔叔再见。再见。那我去送送啊。哎，小伙子，看见我手机了吗？我给您收抽屉里了。好。好，麻烦你了。嗨，跟我说什么麻烦？走了啊，拜拜。哎。 不好意思让你在这陪我。 医生一会儿会来检查，没什么问题，我们就可以走了。不走了，今天不走了。你爸这刚做完手术，
晚上得有人陪护，一会儿我跟那个护士租2个陪护床，陪你这儿待着。正好一到饭点了，一会儿就打饭了。你陪我在这儿陪我爸？对啊，不然呢？你不得保护我吗？你确定？哎呀，没事，你快叫你朋友都走吧，我陪你待着。那委屈你了。哎，快点，快！那小陈，哎，来了。叔叔，我先出去一下。哎，好。今天你先回去吧，我在这陪我爸就行了。啊，那行，那有事给我打电话。好嘞。哎，饭到了啊，出来打饭了。打饭了，快！饿我一天了，快！吃饭喽。这花卷还是什么呀？这个。该想吃什么？丸子，我也要丸子。好，谢谢。这个。你别动。我来排点。土豆什么的，放点青菜。李处啊，老五，我去找那个大鹏谈了，有个事儿，我想跟你澄清一下。不是我们家11有问题，是那个大鹏见异思迁，他是个混蛋。我见到那个女的了，他自己亲口承认的。我让大鹏打电话跟你解释，他不答应，他就不说。这事儿我不能不说呀，这关乎我家11的名声。大鹏这事儿办得太不地道了。哎，说那个光屁股那哥们儿呢？好了，那我挂了啊。哎，11，我给你打饭去了。这是。我让他们都走了，今天我陪你。对，今天说，我俩一起在这陪你啊。这不合适，工作忙，人家小侯也有事儿。没事儿，我没事儿。说，您呀就安安心心养病，我俩一直在这陪着你，我就当这个体验生活。这生活有什么体验？来吃饭。别操心了，大馒头来呀。他刚做完手术，吃不了这么油腻的，你先吃吧。吃不了吗？嗯。你吃。我不饿，你吃吧，一会儿凉了。那我吃了啊，我吃了。爸，你渴不渴？你怎么样？没事吧？哎呀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在这笑？我是真担心你。那我哭能解决问题吗？啊？唉，我是不应该相信那个刘铁浩说的话。像他们这种人啊，为了钱什么都干得出来。哎呀，我早就跟你说让你放手。我后来又给了他5万块钱啊，我让他收手，他已经不听我的了，我没有办法。我当然不希望他伤害到侯爵了。那他会不会把你给供出来呀？那你想想，他要是那么干的话，有什么好处呢？我是他的财神爷啊，对吧？我让律师打听了一下，至少要判他3个月到半年的拘禁。我想他出狱以后就会要用钱，就一定会来找我。真是太可怕了。要是被这种人讹上了，那可就没完了。要不，咱们还是离开这儿吧，啊？
我们不能就这么离开了，我们要利用好这3个月。不是你还想干什么呀？小敏，你想不想下半辈子无忧无虑的跟我生活在一起？想不想我们去环游世界？你们回去吧，不用陪，这都那么忙。医生要求的。对呀，叔，你别赶我们走啊！我还没睡过这种床呢。这孩子，这陪睡床有什么好睡的？我体验体验，感受一下集体生活。哎呦，谢谢啊！不客气，谢谢。咱俩说几个不？够了，谁赢了谁先洗脸刷牙。你赢了。好嘞。哎呀，闺女啊，这小侯总他多大了？26。怎么像个小孩子似的？你说对了。对不起啊。怎么了？我跑去跟那个混蛋打架，你为了保护我，连老爸生病都顾不上。我从来没觉得自己这么不靠谱过。现在明白也不晚。哎，你那个混蛋前任到处造你谣，还把你爸气病了，你不想报复他一下？想。太好了，那咱们还能做朋友。真怕你大气凛然地跟我说，我已经原谅他了。如果没有我爸这事儿，我都已经把他给忘了。哎，我挺羡慕你们父女关系的，替父还债，现代花木兰呢。谁告诉你的？我不告诉你。我可是一边还债一边抱怨，我看见我爸就一肚子气。别夸我啊，再夸我，我以后就不好意思发脾气了。那你就别发脾气了，你那么伟大。你和侯总怎么了？为什么一直不生气的感觉？没怎么，他对我妈不好。可以说说吗？不可以。哎，我经过了艰苦的思想斗争之后，我终于决定答应你，以后我尽量不惹你了。以节平，必要时可以作为呈堂证供。哈哈。晚安。晚安。
喂。啊，什么事儿啊？啊？胡总，什么情况？按照公司的财务管理规定，账户的3个 key 分别掌握在我、会计和出纳手里。我们已经检查过了 ，key 都在，而且财务部办公室的门和我们抽屉的锁也没有被撬动的痕迹。监控录像调取看过了，转账时间点之后，没有异常人出入过财务办公室。警方怎么说？军警第一时间赶到，调查取证之后已经走了。初步怀疑是有人用病毒侵入了内网，调取了3个密室的密码，成功转账的。能查到这笔钱转到什么地方去了吗？对方账户在所罗门群岛，和我们国家没有司法协助协议，而且现在有很多国际洗钱组织会帮助国内的人在所罗门开设账户，所以很难追查。不是那很难追查，也要想尽一切办法追查。2000万呀！就算有一线希望，我们一定要把它搞明白这事儿啊！几乎不可能。上次我们公司内网遭受攻击的时候，不是已经安排了防火墙要升级了吗？是的，我们聘请了最专业的安全公司，做了网络渗透检测、安全加固。可是这次的黑客似乎太厉害了点儿。那你们要想办法呀！马勇，别嚷嚷。你的意思是说，如果今后再发生类似的情况，没有办法防范，是这意思吗？如果是有针对性的高端黑客，防不住。好的，我知道了，你先去忙吧。还有，这个消息千万不能外露，听见没有？好的。侯总，现金支付账户被转出2000万，而且现在我们账户只有221万，有8000万的应收款，最快要到下个月3号才能到账，但是明天还有580万的应付款，您看怎么处理？我会向银行申请短期贷款来应急。马勇，这个事你来办。啊。好了，没事了，你先去吧。好。公司怎么会出这么大的错？侯总，您先消消气儿，咱们该追追，该查查。我想现在当务之急还是先把这几个财务停职了吧。暂停他们的工作，公司怎么运转？如果真的是这个黑客干的，这么做有什么意义呢？我会再去银行开一个基本户，如果再出状况，那就证明这个黑客一定是公司内部的人。对，我觉得这话您说的有道理。我侯志荣这一生遇到无数的对手，但是手段如此高明、不露痕迹的，我还真是头一次遇到。看来这个黑客针对的目标不是侯爵，是我。可笑的是，我到现在为止居然连一个怀疑的对象都想不出来。
红姐，一会儿把这个月的财务报表给我看一下啊。好的。小黄，你对一下这家公司。哎，护士您好，请问一下，武天意住在哪个房间呀？武天意是吗？对。哎呦，叔，您在这边可真得注意点身体啊！哎，慢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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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这又怎么了？这什么情况呀？听鞋跟声就知道你来了。姐，您坐。叔，我给您打壶热水去啊。啊，谢谢啊。好嘞。怎么你成姐了？挺好一孩子，就是眼神差点意思。怎么的？证明我年轻，是你这个大叔眼神差意思吧？这谁请的？小猴请的，挺不错的。十一告诉你我住院了？不然呢？看新闻联播看的。我没事儿。这么多年生病，不都是我一个人扛过来的？别担心啊。别自作多情了，我这是有个幸灾乐祸的机会，找乐子来了。哎，你说你这么大岁数了，你也不想想，你要是出点什么事儿，这不又得拖累十一吗？你说说你。好，你乐会儿就忙你的去吧，十一都安排好了，还有护工呢。你到底怎么弄的呀？我去找那个大鹏了，结果你猜怎么的？他家里还有一个女的。那女的上来就承认，是大鹏出的轨，胆子也太大了，这个渣男！大渣男，把我给气的。醒了以后，我就躺在这儿。好你个朱大鹏！你干嘛呀？要给他发微信？发什么微信？我早把他拉黑了。我听说，现在他正在参加10大人气作家评选，现在排在第10位。比第11位多200多票呢，好像投票截止到今天中午。你想干嘛呀？我想干什么？我要为中国的作家行业铲除害虫。完全赞同。哎，你们来啦！张老师这么着急找我们来，什么事啊？一人拿1袋吧，来吧。老师，这得哭多久才用得完啊？今天要哭的不是你们。来，我跟你们说，阿姨们好。哎，好。小朋友们好。你好。阿姨啊，送给您1包竹飞纸巾。哦，好。哎，小朋友，你也有啊？大姐你好，请问你们有时间吗？没有。哎，大姐。阿姨们，打扰你们一下，我有一个朋友正在参加网络10大作家评选，可以麻烦你帮我投个票吗？可以。你们扫一下这个2维码，然后投票给63号。这是送给你们的竹飞纸巾。好，谢谢啊，谢谢啊，没关系啊，加63，谢谢啊。写了一晚上啊，辛苦了。啊，今天天气好好啊。写到哪儿了？我来看看。这不还是昨天晚上的地方吗？我怎么跟编辑交代啊？我也想写快点啊，没思路，我能怎么办呀？嘿，找借口是吧？哎，你给那个网站打电话了吗？
没有。为什么不打呀？你明摆就是被那63号给黑了，你得打，你得投诉，投票不能算。那63号作家我认识，他别宅系的，老实人，出了名的。我说他黑我，我会被骂死的。那被骂是一时的，官方给的结论是一世的。再说了，明明就是他黑的你，凭什么不投诉啊？那也许是他的粉丝组织起来给他投的票呢。对，主要是我不想惹麻烦。你受委屈了，你还不想惹麻烦？每次跟你一说正事你就睡觉。真不知道当初看上你哪儿了。学妹，你跟我在一块儿开心吗？就剩开心了。哎，那我问你啊，如果啊，如果要是以后我没什么成绩，也挣不了钱，还总让你失望，那怎么办呀？能怎么办？我养你呗。真的？你今儿怎么那么多废话呀？别打乱我思路。你说这个男2号怎么那么渣呀？放着一个好姑娘不知道好好珍惜，写死他！你想吃什么？我给你做。德行。做早饭去，饿了。哎。田总监的账呢，我反复都核对了，账面非常的清晰，没有任何问题。田敏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财务，头脑清楚，人也踏实。应聘那会儿我还记得他的简历，他是当地的高考状元，2次奥数比赛的第1名。大学专业学的是计算机专业，而且精通计算机软件编程。像学他们这行的，智商一般都比较高。我希望这次的调查结果跟他们没什么关系吧。怎么样？学好没有？这块口感肯定好，是吧？这是吊绒啊！就它，就它，你确定？确定，就它，快，穿吧。啊，1斤2两。行行，就它。行啊，行。哎，你今天是怎么了？大出血啊？平时你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啊？你不懂。那个零头你不给你了啊？哎，没事儿，这么熟了，行了，慢走，最好的肉，最好的，我保证。哎，娘，出锅了，出锅了！哎呀，挑个大点的，挑个大点。哎，等会儿，小黑，放我这。快！加点花椒。行。来，天哥。你抹点水就不得那么大眼睛吗？哎，小黑，哎，拿着，地址我都发你手机里了，一定给我送。这个还是我来吧，这个饭点人这么多，小黑忙着呢啊，你一会儿把地址发给我。送好啊，慢慢送啊，里面我做了很久的。啊，好的好的，你把地址发给我啊。快去吧。哎，服务员。哎，你好，好嘞，好。行。这菜还不错，哎，木耳看也挺好的，哎，谢谢。给你，好，多吃点。谢。哎，你好，哪位？是我。哦，你好，你稍等我一下。好嘞。
小家宝。你好，你找我？你就是钱小燕儿？对，我是。你是个教官呢。海星给你的。谢谢。哎，要我帮忙吗？不需要。谢谢啊。就这些是吧？行，今天多送你们一杯果汁，每人一杯啊。吃好了。噔。牛肉很好吃，谢谢你的好意。多少钱？我付你。这个呢是给你的特供牛肉，无价。拜托不要送了，我不想无功受禄。你的存在就是最大的功德，放心吧，我一定会继续努力的，我加油。我什么时候来的？辛苦了啊！怎么了？哎，我代理的邮轮公司啊，今年要进军国内市场，马上要组织一次上海到首尔的手环活动。哎呀，你这我也不好拒绝，但是我这手头有项目忙着呢。这样吧，你们先玩着，我有时间过来找你们。哎，叔，开玩笑的，我每天那么忙，哪有时间呀？我现在什么情况，11岁知道了，是不是？嗨，你这小子什么时候这么热爱工作了啊？你这是什么话？我都热爱好几天了。行了，我先忙了啊，不说了。我决定了，咱俩今天晚上还是这儿陪你爸。为什么？你没发现你爸？你看他表面上说他这个让咱们走，不让咱们待这儿，其实他心里挺想咱们待在这儿的，挺舍不得的。没事儿，他一个人生活10多年了，都习惯了。习惯归习惯，他不一定喜欢呀，对不对？你什么时候这么善解人意了？我不一直都这样吗？算了，还得工作呢。没事儿，我电脑都带来了，你就别烦了啊。我已经决定了，咱住这儿。你能不能别一直坐马桶上，看着怪别扭的。我去租床去。啊？那护理床我还得租1天，2张。哦，好。哎，小侯啊，哎，你这是干嘛呀？赶紧回去睡。没事，我俩再在这陪您睡一宿。那怎么行？你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呢。不耽误，在这也能做。你看这事闹，来，我来帮你。哎，别，您躺好，您好好养身子啊，我自个儿弄。那慢点啊，慢点。放心吧，慢点。这怎么下不去了？哦，把那个打开。好。哎，慢点。哎。你看这事。
进来干嘛？你干嘛去？我上公司拿东西。现在啊？啊，你睡吧，我自己去。不用，走吧。你怎么那么晚还在这儿啊？我在加班呢。啊？没有人。怎么这么晚还在加班啊？我在写侯总要的失窃资金调查报告。我越想越害怕。有什么好怕的？我怕被发现啊！你听我说，你想想，他们现在发现什么痕迹没有？啊？没有。有什么证据没有？我们有什么好怕的？傻瓜！哎呀，不是，那这担惊受怕的日子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？哎呀，这第一次晚上来公司啊。你记不记得这公司晚上也没个灯，看起来有那么一丝丝恐怖。没有人，我觉得才安全呀。没有感觉恐怖吗？没有啊。不恐怖吗？啊？这第一次晚上来公司啊。你记不记得这公司晚上也没个灯，看起来有那么一丝丝恐怖。没有人，我觉得才安全呀。没有感觉恐怖吗？没有啊。不恐怖吗？啊？干嘛？配合我一下，一点反应都没有。配合的怎么样？还不错吧？吓我一跳。我现在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，我满脑子想的全是这些事儿，我头发一把一把的掉。妈呀，要不趁别人还没发现，咱们把钱还回去，好吗？你疯了，小明，你怎么会有这种念头呢？不是，你千万不能那么想。我告诉你，如果你一旦那么做了，那我们俩只有我去认罪。你想不想我去认罪？你想不想他们抓我？我不想。将他收好，走着。锁门。为了我，现在只有你能帮我了，小明，好不好？啊！真无聊，跟你这种走夜路一点意思都没有。快走吧。
你说什么了？啊，我说什么了？我不记得了，我不记得了。刚才太着急了。我跟他解释了。不是他怎么看我们的关系啊？我们是正儿八经谈恋爱的。他刚才看着我们在这偷偷摸摸的，这算怎么回事啊？这，哎呀，我跟他解释了，我们是误会。哎，小敏，你不能……哎呀，不想听你说。哎呀，小敏，好了，我求你了，小敏，好吧，我求你了，小敏。哎呀，小敏。马勇这老哥深藏不露呀，看不出来吗？平时哎，你说他这算是办公室恋情吧？啊，他身为一个高层领导，知法犯法，我是不是可以把它发展一下，变成办公室无间道？哎，你说刚才是不是给他吓够呛？行了，这个就是我定制的海城8号的施工方案啊。咱们大伙儿看一看，有什么意见，有什么建议，不同看法都提出来，都说一说。这小侯总都说完了，来，大家都谈谈你们的看法吧。小侯总这个方案不错，用的都是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建材。实施方案很合理，而且预算都控制在范围之内。然后呢？意见呢？建议呢？小侯总，您给出的方案理论上非常完美，但是这种材料我们国内没有使用过，必须要请国外的设计师亲自来指导。咱们的工人不会施工，要请国外的工人来施工才行。什么意思啊？如果要请国外的工程技术人员的话，那它的费用和周期可能会增加。最重要的是工程质量没有把握。那这个材料现在没有什么其他的解决办法吗？通常来讲，如果用新建材的话，我们会把工人培训时间和返工的时间计算到工程的周期里面。但是这次我们没有这个时间。那你们说一圈，意思就是我这个方案不可行是吧？说话呀！哎，那个小豹，啊，你说两句，你看看我这个方案怎么样？啊，小侯总，这个新型材料呢，我也没用过，的确不太熟，所以我也不太好提意见。行吧，散会吧。说这个小侯总啊，对呀，真是想一出来一出。建筑设计师月薪2万。小韩，哎，马总，怎么了？你看什么视频那么过瘾呢？怎么没看视频呢？走，侯总叫你。哦，好嘞。进来。哎，侯总，您找我啊？小韩，来，坐下说，坐。那个，今天那个海城项目会开得怎么样啊？坐。挺好的呀，那个小侯总思想活跃，头脑清晰。我不是想听你说这些，我需要你直言不讳。我是说的实话，真的。知道我为什么让侯爵来挑头去实施这个项目吗？
因为小侯总很优秀啊，您的眼光也非常准。错了，我这么做的目的，是为了要用事实来告诉他，他的能力水平根本就不够，所以他现在还达不到他应该达到的水平。我为了锻炼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。现在这个海城项目啊，马上就要进入正轨了，具体的实施还是由你来主导。嗨，怎么样？侯总，您真是用心良苦啊！哎呀，没有办法，等以后结了婚有了孩子，你就知道这个爸爸不好当嘛。是，可怜天下父母心嘛。小韩，好好干，有任何要求尽管向我提，公司全力配合。好，行吧，侯总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好。小韩，你怎么了？还有什么想说的？那个侯总，还有一个事儿。你说。啊，就是之前咱说的那个设计总监的事儿。啊，设计总监，哎，我以为什么事儿啊？小韩呀，设计总监这个头衔实际上是个虚的，业务能力水平，这才是实的。你的业务能力水平，全公司上下谁看不见呢？那你需不需要我专门给全公司召开一个大会？我在会上我说包小涵对我们公司来说有多重要啊？这个是显而易见的呀。不，那个侯总，您误会了。我知道您非常重视我，我也真的非常感激。可是我说的是那个工资的事儿。当初您不是跟我说好了，我来了公司以后，竞标要是成功了，您就把我升到设计总监，然后年薪50万吗？这个事没跟你办吗？没有啊，而且我连这个劳务合同都还没签呢。啊，这太不像话了，还没签啊？马勇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啊，当初我们把小韩请到公司来的时候，我们当时怎么答应小韩的？是不是马上给小韩解决他所有提出的要求？我们这么大的公司怎么能言而无信呢？你赶紧问一下人事部到底怎么回事。任师傅，我是马勇。这包小涵的合同怎么到现在还没签呢？你们都干什么吃的？不是，你们赶紧把这事给办了，否则明天都不要来上班了。对不起，侯总，他们说有几个人请假了，而且最近事儿特别多，所以事儿比较多。事儿多是理由吗？不是啊，不是。如果包小涵这个问题不把它马上解决了，人事部所有的员工，包括你在内，全部给我滚蛋！别，那侯总，这严重了。小韩，担当不起。对不起。不是马总，我对不起。这个关键时刻不能分小韩的心，明白吗？小韩啊，哎呀，刚才我一激动，这心脏你看。您消气了。哎呀，小韩，我跟你说句话，该你的，一定是你的，1分钱都不会少。啊，海城项目现在已经进入正式的实施阶段了，现在需要你集中所有的注意力，把这个项目给我完成好了，交出一份漂亮的成绩单来，拜托你了，你放心，你的事情我亲自来解决。哎呀，侯总，好不好？我信，侯总您也放心，那个我一定全力以赴，好好干，小伙子。哎，那侯总、马总我就先走了啊。侯总，您也别太为难他们。他的事情我稍后我再处理他，你去吧，你去忙。像什么话，马勇？怎么办？什么怎么办？接下来看他的实施能力啊，他能力能达到，这钱就给。这么好的机会留给他，他还问我要钱，我没问他要钱都算好的了。
喂，玛丽，你在哪儿啊？哇，我们这儿下大暴雨，我那破房子全部都被水给淹了。对啊，我所有的衣服啊、鞋啊、行李全部都被淹了。那怎么办呀？我这正开会呢，帮不了你啊也。不是，主要是我这儿现在住不了了，我能不能去你家先住2天呀？哎，这不行，我这不方便，在给我会客呢。不是，那怎么办啊？那你让我住天桥底下去吗？哎，不说了，我这忙着呢。不是，我给他，喂，啊，什么呀？喂，八路。喂，侯爵哥哥，你现在方便说话吗？什么事儿？你说。我这下了好大的雨，然后我那房子太旧了，我家里东西都被淹了。最主要的是，我现在我家里住不了了，我不知道打电话找谁帮忙，所以我就给你打了。哦，没事没事，我帮你在酒店看看房间，你先上酒店住几天，好吧？啊，这样不好吧？是不是太麻烦你了？不麻烦，这有什么麻烦的？那个，你给我发个定位，我来接你。好，那我回去收拾一点行李，然后我等你过来。好嘞。好，一会儿见。Yes。今天真是麻烦你们了，我还带这么多行李。没事，你说你有困难，朋友不帮忙，谁去帮忙？对不对？没事啊。谢谢。这儿来，房卡。OK， 来，快进来。哇，这么大的房子！哇，我从来都没有住过这么大的房子，这还是无敌海景房啊！太棒了！怎么了？有事吗？你过来帮我扶着门，快点。太开心了！扶住了啊！侯爵哥哥，谢谢你，我真的太开心了。喜欢就行啊。而且，从来也没有人对我像你这么好过。那你就别跑了，你看，要不先洗澡，早点休息。洗澡？那在这是不是有点不方便？我说你累了一天了，去洗个澡，早一点休息。嗯。你自己。哦。啊，那，你别想歪了，我没有那个意思。对，我想歪了，不好意思啊。我休息了。好，赶紧休息吧啊！你们快走吧。拜拜。侯爵哥哥，你还会来看我的吧？来看你啊，肯定来看你。快休息吧。嗯，拜拜。哇，这么大的一个！噔噔噔噔噔噔！露露这女孩啊，太可怜了。哦。你哦什么？没有同情心呢，你就不让人可怜，知道吧？我不需要，我自己选择的生活过成什么样，都不会麻烦别人同情。那是你太强了，你根本不知道生活有多么辛苦啊！好像你知道似的。谢谢啊。没事，慢走啊。
现在内部调查都结束了，放心吧，没有任何的问题。而且我还给侯志荣看了，他也非常认可。真的？真的，他说了你一堆好话，他挺信任你的。哎，小敏，在你来之前，我一直在想啊，我是觉得你很有必要啊，上几个相亲网站，还得找几个人，真的见个面。为什么呀？你是担心警察怀疑我，还是怀疑你啊？你想啊，你是公司的会计啊，公司的钱你都过手的，你说警方会不暗中调查你吗？我是公司高管，那公司的内容我知道的最清楚，当然也少不了啊。如果对你的怀疑是1分，那对我也是1分。但如果他们知道我们2个人在暗中交往，那对我们的怀疑就直线上升。但是你去相亲的话，不就证明你是单身了吗？那就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啊。反过来说，我们2个人没有任何的利益和动机。那我去相亲，也不吃醋啊？我让你演出戏给他们看，又不是真的去相亲啊，傻瓜。小敏啊，小敏，相信我。还有啊，你从明天进公司开始啊，就假装生病，1个月以后就可以辞职了。那你呢？你到什么时候辞职啊？我想熬他2到3个月吧。在刘铁豪出狱之前，我必须把所有的事情都办完，然后我们2个人就可以离开这里，远走高飞。真的？真的。按照我说的做，一定会没事的。哦，五哥回来了啊！慢点。哎，哎，武大哥您回来了，你已经长得真帅呀！哎，老五回来了！哎呦，武大哥，你干什么呢啊？跑跑跑跑！哎，这边跑！学什么呢？学跑！爸，你这……哎呀，1个星期没回来了，都是灰。太乱了。哎，放哪儿啊？你们坐，我来。你们坐。放地上吧。叔，哎，您别忙，哎，就我来就行了。哎，十一，你照我这个，小红，别，十一，把你爸架走。你刚来，我来。我们找门。来。哎呦，上楼去啊，晒太阳。那你把小猴照顾好啊。知道了，慢点。哎。行了，你也别干了，也不会干家务，我来吧。我不会干，我会学呀，别动。你别学了，别拦着我。这样，你上去陪我爸聊聊天，好吧？聊天啊？去。聊天行。聊天这是我强项。慢点，从这上。哎，叔，你怎么又忙上了？哎，小猴，你坐，我帮你弄。这1个星期，您歇着，我帮你弄就好了。脏死了。小猴，你帮我把那门外面那个盆儿给我拿过来。哎，好嘞。哎呀，在医院这1个星期，给你添了不少麻烦了。应该的，不麻烦。这衣服都得……哎，来。叔，你怎么不找一个楼房啊？这到夏天多潮啊！哎，走。十一呀，倒想给我租，我不想给他添太多麻烦。像我现在这个情况，有个地方住就不错了。听您这是有故事啊，叔。哎，小侯啊，你也不是外人，我就实话实说吧。啊，早些年，我跟2个朋友做生意，赔了个精光。那2个人
跑到国外躲债去了。我不想做这样的人呀。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我把房子卖了，11把车子卖了，也填平不了这个窟窿啊。现在11每个月还得替我还钱呢，真是苦了11了。你别看11平时大大咧咧的，他有好多心里的事儿都不跟别人说。当年他当运动员，拿了第1个全国冠军就受伤退役了。当保镖这些年，受了很多的苦。要不是为了替我还债，他就去国外培训去了。所以投胎是个技术活啊，11什么都强，就是投胎技术差点。您这么说，我觉得11挺好的，我特别羡慕你们这个父女感情。那你跟11换一换，让她也做做有钱人的闺女，过几天好日子。我没问题，您看她愿不愿意？什么我愿不愿意啊？哎，11，聊什么呢？来，吃点水果。哎呀，方大姐呀，人呢人呢，等你多长时间了？来了，这儿你后面。哎呀，你可真行，也太磨叽了。那等很久了吧？啊，能不久吗？干啥呢？啊？就你自己啊？不然呢？当然就我一个人了。啊。哎，不是。你跟那个侯大少爷的事儿，你也不跟我说说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我可不是那个好奇你的私生活啊。你看，万一要是有什么记者呀，把这个事儿扒出来给你爆料，我也得知道怎么应对啊。八字还没一撇呢，就算万一后来出了什么事儿，咱们再随机应变呗。不是还有你吗？啊，行。那咱们对外宣称还是单身，没有男朋友。本来也没有男朋友，而且我也不想自己的私生活那样子暴露在别人的眼皮子底下，你说对吧？啊，有道理，反正也没人关注。哎，走吧，大明星，请。不过我还是希望。这个出拳的时候要有速度，靠近对方身体，这样才会。陈教官，你先走吧。哦，好。哎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追你了。真的，钱教官，你穿迷彩服真的真帅。啊，那个，我是来找你吃饭的。上次嘛说了，这次我请，走。你就不怕我把你吃穷吗？求之不得。我真希望你把我吃穷，因为像你这么负责任的人，万一真把我吃穷了，不得对我负一辈子责任？你追我的方式就是耍赖啊？也不尽然啊，但还蛮有用的哈。啊，对了。他们啊，都管你叫钱钱，我觉得以后我就管你叫小燕吧，亲切一点。你认真的？好，既然你是认真的，我就认真的回答你。海星，我们两个不合适，一点儿也不合适。你不符合我对于未来的那个他的要求。不要浪费时间和金钱在我这里，去找更适合你的女孩子。
你这么帅，会有好女孩喜欢你的。那所以说，你还觉得我挺帅的是吗？我跟你说了那么多，你专捡没用的听，对吗？非也。看起来这句最没用，其实最有用。前面你说的都是你准备好的，那不算。人呢，总是在不经意间流露出来的，是最真实的，这叫潜意识。让你觉得很帅，我很开心，谢谢。其他方面我一定会继续努力加油的。走，吃饭。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还有，不准叫我小燕。小燕，小燕，我爱你！我这辈子认定你了，我一定娶你，我要跟你过日子，我一定追上你，你跑不了啊！小燕，我爱你！小燕，我爱你，我爱上你了，我爱你！哇，没想到这里真是这么大。那当然，这个网综很火的，我好不容易帮你争取到的名额。麻烦您再看。好的。唉，当然，这次机会来之不易，你自己也好好珍惜吧。我知道了，快去吧。那我走啦。哎呦，今天天气好热。哎，你怎么穿那么多啊？没有啦，走，那边新开了一家甜品店，咱们去吃啊，超好吃的。我跟你说，我今天一定要吃那个牛油火锅。哎呦，你少吃点吧，你脸都这么大了。谁啊？谁脸大？谁？没听教官说话吗？快快快，鬼手两列，这边两排，快快快，赶紧！大个抬头摆动，往那边去，往那边去。大哥，那边您个儿高，对，快快，补上来，补上来。报告教官，都完毕了。陆离，哎，全加油，向后转，齐步走。立定，坐下。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散打实战训练班。我是你们的散打实战教官，我叫钱小燕。你们钱教官好。
今天我将给大家示范一下散打实战的基本技巧。好。教官来一个，教官来一个，教官来一个，教官来一个。这位学员，请起立。出列。严肃点。打我。电脑。打我。拉臂过肩摔，截腿摔，这个动作兔子蹬鹰，回答正确。侯爵哥哥，我已经离开酒店了，你去结账吧。好啊，你去哪儿了？侯爵哥哥，我到了个剧组。是吗？这个是我们剧组给我安排的房间。这条件有点艰苦啊。不过，为了艺术嘛，啊。什么艺术啊？就是一个网站的节目，叫《新人练习生》，就是10个女生被关在一起，然后做各种各样的培训，然后拍下来播到网站上去，特别傻。不过也没办法，谁让我想自己养活自己呢？你养活吧，好好养活自己吧。要是有别的可能，我也不想来的。谁啊？化妆了，2012房间。哦，好，我知道了，谢谢。好了，我不跟你说了，我去工作了，拜拜。拜拜。露露，头发真好看，发质真好。谢谢姐，我在头发上可没少下功夫呢，天天做发膜。我觉得花的钱比在脸上还多呢。真的？哎，那如果下次有要拍洗发水广告的，我可以推荐你去啊。真的呀？那就太好了，谢谢姐。不客气。姐来啦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我为什么就不能在这儿了？跟你有关系吗？露露，你也认识那个网红豆豆啊？岂止是认识啊！我上次跟他在一个开业活动上还吵了一架呢。啊，真的假的？我跟你说，他这个人心术不正，明明我是 C 位，他还想抢呢。是吗？真看不出来。啊，喂，导演，是我。啊？哦，行，我知道了。好嘞。露露啊，
导演说要把你的头发剪成短发，这样呢辨识度高一点。剪多短呀？什么？不能剪？肯定是那个豆豆搞的鬼。姐，你帮我好好跟导演说一下嘛，你就说我就这个长度好看，不能剪。不行不行，那我怎么好去说呢？人导演做的决定，我总不能去反对吧？再说了，我跟这导演也是第一次合作。哎，露露，露露。喂，红姐，我被人欺负了，你快点来救我，我不想活了。啊？喂。我被人欺负了，你快点来救我，我不想活了。啊？你不是刚刚才到吗？你怎么就被人欺负了？我不管，你快点来，你快来救我。行，我过来。好。来了，你把那个位置发给我啊。好，一会儿见。好，快点。哎，你好 ，C107。哦，好了，扫一下就可以了。好感人的电影，哭到眼睛红肿，一会儿吓到相亲对象怎么办？侯爵哥哥，你终于来了，快走！着什么急呀？跟我走。哎呦！别！就是这儿，就是他欺负我，非逼我剪头发。女的啊？对呀。怎么了？你弄女的，我能怎么办啊？让你剪头发怎么叫欺负你呢？还是有个明白人啊，帅哥，跟我可没关系，我没这权利，就是你，你不要敢做不敢认。拜托，剪你头发能长在我头上吗？对我有什么好处？是你自己不敢跟导演理论吧？再说了，剪你头发是工作需要，是可以让你更红的，能不能有点感恩之心啊？豆豆，我告诉你，你不要以为我是好惹的。你知道他是谁吗？智荣建设的公子，而且是我男朋友。还有他，这是他保镖，他会搏击。我告诉你，碾死你比碾死一只臭虫还要容易，是吗？行啊，那我们今天就来个直播，这点击量一定超高。来，播。来。不是，哎，别生，大家好，别生气，咱我是豆豆，今天在我们直播间。喂，你别走啊你别走啊！露露啊，露露啊，你别哭啊，别哭呀，露露啊。哎，露露啊。你刚才为什么不帮我？我帮了呀。刚才那个女的
他都那么大声跟我说话，他都欺负我，你都不帮我。是那女的是不好，但是你说都是女的，我能怎么办？我只能说说她，对吧？那你也不能让他这样欺负我呀。还有，你那个保镖，他不是过来保护我们的吗？他为什么也不说话呢？他们有他们这个行业的纪律，他只能保护我，他只能在我这个人身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才能出手，对吧？他又不是打手，也不能看谁打谁啊。对，他只能保护你的人身安全，我的人身安全就让我自己来保护吧。你的人身安全没受到威胁，你别哭好不好？他都那样骂我了，还没有受到坏处。我不是一上去想把你吓唬他来着吗？但是没想到这没吓唬住，女孩我也没办法多说什么。还要剪我的头发。哎呀，你这剪头发，这不是剧情需要吗？你这不是为了你热爱的工作吗？对吧？还有你们搞艺术的不都为了艺术都能献身吗？对吧？剪个头发。对，我不懂事。没事了，我觉哥哥，我自己可以的。啊？我听导演的话，他们要我剪多少我就剪多少，剪成光头也没关系。我是个艺术先生。不是你，我走了。露露啊。哎呀。这怎么办呢？这是，你在旁边站着干嘛呢？你不过来帮帮忙啊？那小女孩哭的像我怎么着了似的。走吧，开车吧。哎呀，这个方路呀，挺可怜的。哦，我跟你说啊，方路问题在哪儿？他就是太善良，你知道吧？太单纯。你现在这人，你只要太单纯，就容易得罪人。哦，你老欧什么呀？什么态度啊？我什么态度？我没说什么呀。不是，你有什么想法你就说好吗？你别老欧，我最怕人跟我欧。我说什么？说他可怜？我不觉得他可怜呀。她长得又漂亮，一身名牌，当网红又那么多人喜欢她，又有男孩关心她，可以为了她一句话200多公里。她哪儿可怜啊？是工作上的委屈吗？我觉得谁都有吧，这不算什么。你不能用你的想法想，你们不一样。她就是一小女孩，你知道吧？太单纯，不是说了吗？她没经历过太多事儿，所以她需要男人保护，你懂吗？哦，怎么又欧上了？哎呀，真是可惜呀。咱要不多拍几张照片，做个留念？不拍了，姐，你剪吧。那我可就真剪了啊！为了红，要对自己啊狠一点。啊，等会儿啊！不然你给我编个脏辫试试？你觉得导演那儿应该能同意吧？脏辫？一定要通过。导演来信息了，怎么说？辨识度很高，通过了，通过了，耶！我不用剪头发了，姐，耶！谢谢你，恭喜你，太好了。
是吧？嗯，这回豆瓣评分有8.6了，真的。嗯，你先去看。好好好。哎呀。哎，老板，你这是咋了？没事。啊，你肩膀怎么了？你是被打了吗？你才被打呢，没事，不用管我。啊？那我给你按摩一下，来来来，哎，别碰我！啊！哎呀！哎呀，好了，哎，你试试。我都跟你说，怎么样？你好像松了点啊。那是，我都说了我很厉害的嘛。还行，你再给我来2下。哎，那轻点，你别下手那么粗，你。可以轻点，但是太轻那就没效果了。你来吧。怎么样？还行，挺专业啊。你这是学过啊？跟我爸学的。你爸是中医？我爸是兽医。好，那个，你给我倒杯水吧。哦。你爸爸是兽医哈？是啊，我没骗你啊，在我们那儿，我爸可是有名的兽医呢。那些什么猪牛羊啊，生了点小病下不来崽的，全都得找我爸。我爸呢，就骑个自行车，吭哧吭哧骑2、3小时到村民家里。哎呦，这一年到头能骑坏不少自行车呢。那你爸爸还挺伟大。那是。哎，你别看那些小动物啊，可是有些小动物可凶猛了。猪啊、牛羊就还好。有一次啊，我爸遇上一头骡子，那骡子惯咬的时候，就一脚就踢到我，反正我爸躺了1个月才好呢。所以你跟你爸学什么呢？啊，哎呀，我这不扯远了吗？那个，后来我爸因为医术高明，又学了按摩，在我们那儿啊开了一个挺大的按摩馆来着。那你直接说学按摩就得了吗？你这100个字就5个字有用。刚好你给我打疼了，你把我当骡子了。没有，对不起，老板。没事。老板，今天收到一个快递，好像是给你的，我已经给你拿上去了。非常好。你看上回开会之后啊，我回去做了一部分调整，我把原先的这个网壳结构转变成现在的这个网架结构。怎么样？挺好，挺好。但是如果这个新材料用量没有减少的话，可能这个施工周期和预算还是会有点问题。不会的，现在这个不是一个问题，因为虽然新型材料没有减少，但是它整体结构改变了，它辅助材料变得非常少。现在安装工艺也变得很简单，所以我觉得这样一来，两边可以平衡，而且工时和工费不会有增加。小韩，哦，你怎么看？我个人觉得呢，小侯总这个想法还是挺好的，不过可能还是忽略了之前那个老问题，就是海城8号这个项目离海岸线不到1公里的距离，海水的腐蚀作用会很强。至今为止，这种新型材料呢，在沿海地区还从来没有使用过。那么也就是说，未来的修缮和维护费用会不会也是很大的一笔开销呢？不会，因为我已经仔细研究过这个新型材料的参数啊，参数证明这个材料在沿海地区不会有一点问题。好了，新型建材上次已经被质疑过了，一个问题不要讨论2遍，浪费大家的时间。小韩，你说说你的方案。好。不是，我这个还没说完呢。你说完了。你说。我这个方案呢，大家请看大屏幕。要去哪儿？回家。偶尔当当逃兵也没什么。你说谁逃兵？你不是因为你爸当众批评了你，所以接受不了？不是，批评我不要紧，
但是你要对我有最起码的尊重，懂吗？对我有信任，儿子就能不尊重了吗？可能你的方案做的确实不够好。不好怎么了？不好我得重新做，但是你得听我讲完吧，你不能话不让我说完吧？不跟你说了，说你也不懂，没丈夫。你怎么知道我没有啊？我妈就是啊。得了吧。你看她现在挺优秀，挺优雅，在我小的时候概念里，她就是个巫婆。真的，只要我在家，不管我做什么，她都挑毛病，给我泼冷水。后来我去了训练队，也是一样，不管赢多少比赛，她都说是侥幸，不是实力。都是被泼冷水长大的孩子啊。所以我觉得一直自己都不够努力，我就拼命训练，拼命的参加比赛，直到我带伤赢得了第1块金牌，他才对我说：“你很棒。”我那时候才知道，他一直打压我，不是不信任，是希望我更好。啊，怎么样？这样的老妈给你爸换换？我不换。走吧，回去吧。不回家了？回去做方案呢。那方案侯总不是交给包小涵了吗？他做我还不能做了吗？万一被否定了呢？哪儿那么多废话呢你？哎，你好，是钱小姐是吧？哦，我是。啊，我是马宝南。啊，你好，我是钱钱。你从那边走过来，我就认出你了。啊。身高、体型、相貌，都很完美。啊，谢谢。你这怎么约我来这儿见面啊？来这儿我们做个检查。啊，不是。做什么检查呀？为了我们的孩子的优质基因啊！啊！这别人的孩子都想赢在起跑线上，我的孩子那得抢跑，而且在基因上就得赢，对吧？我带你进去做一个优生优育的检查。如果说有什么遗传性的缺陷啊，我们也不用耽误彼此的时间，你说对不对？这要是没有啊，我们再把一切交给感情。你有这个不孕症，我也没嫌弃你呀。咱不是都来医院了吗？咱可以治啊！说什么呢？小点声！干嘛小点声啊？都来医院了，号都已经挂了，走，看大夫去，走！你神经病吧？你要相信科学是可以治的。神经病！哎，你别走啊！你听我说啊，过来看病啊！进来。侯总啊，咱们该开会了。开会了啊？哟，到点儿了。刚才财务那边跟我说呀，咱们还有2笔工程运输款都还没到账，这不后天又要发工资了，现在这账上的钱啊不够用。老办法，先向银行贷点款应急。啊，好嘞。哎，侯总，我跟公司的合同呢？也要到期了哟，你不说我都忘了，你还需要跟公司签合同。那当然了，在我的心里啊，你就是咱们智荣建设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谢谢侯总赏识，我都不好意思。关于合同，你有什么想法？没有啊，我什么想法我都没有。哎呀，只要您不赶我走呢，我就好好跟您干一辈子。瞧你这话说，咱们可以签个70年的使用权。使用权不行。终身产权。其实合同啊，并不能真的拴住一个人。就算是我今后退居2线了，我也会让你继续辅佐侯爵的。他身边可不能少了一个像你这样的人。那是我的荣幸，都听您安排。OK，
上呢就是我的设计方案了，谢谢大家。哎，大伙儿都说说嘛，这个方案觉得怎么样？那小韩，我就直说了啊，我觉得你这个方案其实没有比我当时的方案好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这个方案设计本身就已经非常的常规了，啊，如果建材再走这个风格的话，那这个项目就没有任何亮点。啊，亮点这个嘛，我也不是没有考虑过，但是因为这个项目它的地理位置的特殊性，的确不太好去创新，所以我还是选择稳妥一点。对，你说的有道理，但是我对你是没有任何意见的，我也特别欣赏你的才华。我觉得亮点是我们设计的根本，是我们设计的灵魂。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？我觉得不是小韩的问题，最根本还是我们固化思想的问题。我觉得我们不光应该创新设计，还应该创新我们的思维。如果公司一味的把我们年轻设计师框在一个框里，一味的为了安全不出错，那我觉得很难去创造出什么特别厉害、特别新颖的设计产品。我对这个方案有一些新的看法，要不要听一听？你说来听听。但是首先呢，我要先跟侯总道个歉啊！上次开会是我的态度有问题，确实是我的问题，你别生气。您先看看我的方案，这次方案我希望大家都能参与进来，都能给我提一些意见，提一些建议，啊，大家都真诚的啊。如果提出有价值意见的，我个人送一箱红酒，好吧？哇，这是我最爱的。看来非得在鸡蛋里挑骨头了。来，遥控器给我。看没看呢？看没看呢？啊！我的新方案拿出来之后，大家对我的态度明显改善了。哎呀，哦，哦是什么意思？你应该为我这个天才的想法欢呼雀跃。我觉得包小涵可能会有点生气了，你不应该跟他解释解释吗？为什么？因为你刚才提建议很不客气啊。开会好就是好，不好就是不好。那用他的方案我也没生气啊，他有什么好生气的？他这个人心事比较重，而且初来乍到，还没有完全融入到这个团队里。哎呀，这跟时间长短没关系，对吧？男人你输了就得认。再说我刚来也没多长时间呢，我都能适应，他一个前辈有什么不能适应的？好吧，我只是建议而已。
去上课啊？不是下午2点吗？改上午8点了呀，昨天晚上就通知了呀。啊？你该不会睡过了吧？其实我也是调了3个闹钟才起床的。不是，没人告诉我啊。怎么会？导演说这次培训特别重要，还请了模特教练来给咱们上课呢，还分组了呢。要不，你去问问豆豆怎么回事吧？昨天就是他通知大伙的呀。对啊。好，我知道了，谢谢你们。明天下午2点的培训改到上午8点，地点不变，特此通告，不要迟到啊！什么呢？哎，马总。哎，我说你呀也太拼了啊！一个有价值的意见就一箱红酒，你让人设计师没活路了。我不喝了。当时我那么老爸，我要不努力，我就没活路了。多少人羡慕你有那么个金主爸爸呀！马总，你要羡慕我，你去跟他叫爸去。我是没那个命。哎呀，你爸那是真爱你，他为你花钱从来都不含糊。他要是觉得哪个女孩配不上你了，宁可花钱让她走人。不至于呀。你刚才说什么？啊？没什么呀。我是胡说的，跟黄月。哎呀，怎么公司这个进的茶那么苦啊？我得跟……哎，你回来，马总。哎，黄月跟我分手，是收了我爸钱了是吧？没有，绝对没有，没那回事。你就说一半你告诉我呗。上回走廊里我是不是吓你一跳？吃中饭呢？爸，你钱花不完是吧？怎么了？你要是花不完啊，咱们做慈善，啊，帮助贫困灾区的儿童，给人建学校，对吧？实在不行给我换车呀。你拿100万去给我前女友，让她跟我分手，啊？这事你既然知道了，我还说什么呀？爸，我真感谢你。感谢我什么呀？我感谢你让我看清楚一个人，我感谢你让我知道，真的有人会拿感情和钱去换算，啊！也感谢你让我看清楚了，这个人会因为100万就不顾我3年的感情，卑鄙呀！这事我早就告诉过你了，不靠谱，对不对？你听吗？你不听啊，我也没有别的办法呀，所以我只有用我自己的招。哎呀，我这3年的感情100万就给我打发了，成，谢谢你啊，爸。你现在明白还不晚呀。啊，你说这一个女朋友100万，我这1年到头的，我怕你破产。慢慢吃啊，慢慢吃，拜拜。你臭小子！你到底要去哪儿？找风叙叙旧。你到底要去哪儿干什么？必须告诉我，这是我的工作。我
告诉你了，我去找朋友叙叙旧，听不懂啊。干嘛呀？我去找我前女友，我问一问怎么回事，跟我处了好几年，拿了我800万就跟我分手了，什么情况这是？人家都结婚了，你问这个有必要吗？结婚怎么了啊？我还傻呵呵的跑去找他，人家直接一张请柬甩给我，我一看新郎不是我的名，我才反应过来，我都翻篇了，好吗？就是你砸我车那天，祸不单行。怎么看人家也气儿不顺呢？我气儿怎么顺？我凭什么气儿要顺？啊，你交男朋友没问题，你跟我分手没问题，你拿钱没关系，这都无所谓。你是不是得告诉我呀？你得跟我说清楚吧。你不能什么也不说，直接把事情都做完之后，回头直接把我踹掉，没这道理吧？钥匙给我。干什么？我开车。袁海香，你把你上次查的那个叫白泉的牙科诊所地址发给我。喂，我这边好了，我现在就出发，现在过来。嗯，好的，一会儿见。黄月，怎么又来了？钱都花完了吧？你都知道了，没见过100万，觉得还挺多的，花了才知道，还真是不经花。说的就是当时也不多要点儿，要个1000万，要个5000万，对吧？还能多买点东西，要个100万什么也干不了，还把咱们3年感情就这么卖了。你搞清楚好不好？不是我出卖了我们的感情，是我放了你一条生路。你的婚姻就是家族事业的一部分，你应该找一个门户相当的女孩结婚，通过婚姻让你的家族事业更上一个台阶，也让你的人生更上一个台阶。这些我永远都做不到。你被我爸洗脑了吧？因为他说的对啊，我不可能因为我耽误了你的家族大业，我担不起，我害怕。你害怕你跟我说呀？你问问我的意见，对吧？你不能直接找个老公结婚了呀？这跟他也没有关系，我也不会用他的钱，我只是用这笔钱还了我父母为了供我去美国读书借的钱，然后买了这辆车，租了一个门店，想要开一个面包店。我从美国回来这半年一直没有工作，我一直想要开一个面包店，不是1天2天了。我跟你说过，可是你好像从来都没有听到过。现在女孩今天要开名店，明天要环游世界，我以为你开玩笑呢。你要真想要，你认真点跟我说，我能不给你开吗？我很认真的说过，可是你不是说吗？金钱会玷污纯洁的爱情，不是吗？对。但是我跟你不一样，你生下来就衣食无忧，花钱如流水，你对钱没有概念，但是我有。谢谢你不嫌弃我。在美国这3年，带我吃好的喝好的，还带我到处去玩。但是，我更希望命运掌握在我自己手里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你等一等，等我继承了家族企业，你拿的不是100万，不是1台车，也不是一个面包房，跟不可预知的将来比，我更愿意抓住现在能抓住的。按现在的发展，面包房还有3个月就回本，然后就会赚钱，很快我就能往家里寄钱了，这让我感觉到特别安全。我们在一起这3年，你从来不知道我想什么，想要什么。
那你想要什么呀？我想要踏实的生活，我想结婚，我想过小日子。可是你永远都像一个长不大的孩子，从来没有给过我安全感，让我一点都不踏实。但是白泉让我感觉到了。哎，老婆，怎么还没走？老公，又是你！我警告你啊，你有什么事冲我来，别为难我老婆。那个，黄月，你刚才说的，我觉得特别有道理。兄弟，之前闹你婚礼是我不对，是我混蛋，啊，给你道个歉，对不起。但是我特别希望你们能过得幸福，我衷心祝福你们能好好过日子，祝你们幸福。对不起啊。老公，咱们走吧。你说的这个方路，还要用这招吗？这招恐怕不好使。本来不想让他知道，谁知道请走一位，来了一位更次的。这也是难免的。他的条件啊，太好了，人从国外回来，又单纯，关键他不懂拒绝，所以呢，就难免会给那些动机不良的女孩利用上。这是让我最糟心的。想要继承家业，必须头脑清醒，拎得清。像他这种做烂好人的，难成大器。所以你把黄月的事告诉他，那是做对了呀。他聪明得很，虽然嘴上硬，那是跟你要面子，但他心里啊，一定会记住那次教训。其实他说的也没错，没有谁对谁错，是你们价值观不一样。你跟你之前那个价值观也不一样，你说你们也不分对错吗？当然我不该这么比啊。没事儿，知道你心情不好。其实黄月没错，我也没错。要说错，那是我爸，有他在，我永远别想按照我自己的想法生活。侯爵哥哥，你好久都没来看我了，你不理我了吗？哎，咱们找个商场买点东西。好。这哪个好看？帮我选一选。都挺好看的。就给我这个吧。先生，你很有眼光，这款非常适合这位小姐的气质。别，不适合我，这项链听着都会被气死的。适合吗？你戴我看看。我不戴。你戴给我看看。我不戴。我试试。不适合我。看。确实不适合你。是它吧？好的。
你说前2天那个方路，咱俩去帮忙，什么也没帮上，搞到最后他也挺尴尬、挺丢人的。就买个礼物送给他，安慰安慰他，让他心里好受一点。你不用跟我解释，这不在我的工作范围之内。我跟你解释，我跟你聊聊天儿，也没人跟我聊天，天天就你跟着我。你帮我拿着，我去那边看看去。蓝总早。早。这个医院跟酒店风格不符，换掉。好的。花太俗了，换成兰花。我让你找的人找到了吗？联系过了。人家说呢，5天1几年前就已经辞职了，只留下这一个联系方式，但是不知道能不能用。给我。15分钟以后，各部门经理到我办公室开会。好的。催，就知道催，还不到还钱的日子，一天到晚就知道催。喂，你好。喂，请问是5天1线上的电话吗？不是。你怎么回事？我告诉你，这不是5天1的电话。喂，叔叔啊，是我呀，蓝旗呀。谁？蓝旗？对呀，您还记得我吗？哦，是你呀！哎呀，我以为是骚扰电话呢。现在这个骗子太猖獗了，你看，差一点就凑过去了。哎，是啊是。本来呢，我是想上家拜访你的，但是去了之后那住家换了，您这号码还是您单位的人给我的呢。啊，那个老住一个地方也烦。哎，您没什么事儿吧？一切都好吧？我挺好，挺好的。难道你惦记我？那您明天有时间吗？咱们明天见个面。当然要见了，必须见呀。那个啊，这样吧，我平时也忙，也总不在家。蓝旗，这样好不好？我们到外面找个地方见一见。那要不然这样，明天晚上7点钟，咱们在民乐会，我请您吃饭，好不好？啊不，我请你，我请你。哎，别客气了，您是长辈，这都是应该的。那好吧，那晚上见。好嘞，不见不散。不见不散，不见不散。齐哥，还聊呢，齐哥。今天下午我们要在海边拍摄，按之前的分组站好。各组人都到齐了没有？我们组到齐了。
我们也齐了。那怎么还有一个？快点儿！来了。这么多人等你一个，哦，你到底哪个组的？我没有组。没有组，那可不行，我给你安排一下啊。我们满了，教练，不需要。教练，我们组也满了，上午不都是安排好的吗？那这么着吧，你先站边上，一个人一组。在接下来的环节里，我们将分为3个部分。第一个部分，瞅瞅人这花团锦簇、莺莺燕燕的，大家可以我说你怎么那么急着跑过来呢？给我急坏了！你看看人家，自己摆造型，然后我们摄影师会抓拍。第2个环节是野外环节，每天绑个脸，在野外环节中，这是我的工作哦啊！尽情的组队，啊，哦，展示出自己的风格。阿路啊，第3个环节呢？豪杰哥哥，哎，哎呦，你这，哎呀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我激动干嘛？起来！没事，啊你怎么来了？过来看你啊！真的吗？啊，你快过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。哎，这是我们教练啊，你好，这个是我的侯杰哥哥。哇，好 man 啊！大家好，这你们这环境不错啊。嗯。哎，各位美女，各位帅哥，我这小妹妹啊，也是刚出社会啊，也比较单纯。然后呢，平时有什么做得不好的地方，大家多担待。我们这次来参加这个节目，其实就是锻炼，交点朋友。这谁啊？你们要有什么意见，有什么事啊，就来找我，跟我说啊。好贴心。好吧。导演。哎，对了，这个给你的。给我的？啊。这是什么呀？哇！侯杰哥哥，你为什么突然送我这么贵重的东西？你不过生日吗？生日礼物。我生日还有很久才到呢。哎呀，你高兴，天天都是生日啊！生日快乐啊！怎么样，喜欢吧？太喜欢了，谢谢你。哎，方路，你先在这忙啊，有局外任务我得去一趟。那个你先排练啊，我这有任务，先出任务啊。走了。哦，照顾他啊，谢谢啊，拜拜，美女们，拜拜。拜拜。你看，哎，鹏鹏，来，导演，你男朋友能走啊？他是救援队的，现在要去救人，等他救完人，还会再来看我的。哦，你男朋友太帅了吧，露露，你真幸运，你真太幸福了。不就送一项链吗？又不是订婚戒指，这以后啊还不一定怎么着呢。就是，他早就向我求过婚了，订婚戒指，我怕录节目弄丢了，所以才没有带的。等录完节目，我们就去拍婚纱照了。哟，太棒了啊！行，邹洛，下次你站 C 位啊。真的吗？哎，一定的。对了，你什么时候去吃婚纱拍婚纱照啊？万建国。对呀。到时候这个去跟拍啊。好的。我们做番外啊。好，去站好 C 位啊。谢谢导演。要注意情绪啊。好，来，你俩没听见导演说啊？他现在是 C 位。快点。好了。来，叔叔走一个，来干一个。我是真没想到啊，11现在在做保镖啊。哦，那真的是很帅啊。要不说咱爷俩有缘呐，咱们都是喜欢有本事的女孩。我是一直觉得叔叔这一个人呐，他做的职业，这个气势啊，就会反映到他自己身上去。尤其是这个女孩子在做一件特别帅的工作的时候，她的魅力是
自己就自然而然散发出来的。蓝旗，哎，你心里想什么我知道。这是11的电话号码，他的事儿，你直接问他啊。我不干预，我不干预。哎呀，这事儿这么多年了，始终没逃过你的眼睛啊。老板，哎，你好，先生买花吗？啊，对，但是花太多了，不知道应该怎么挑。那你是送谁呢？干什么用啊？一个老朋友，女孩，单身，很漂亮。哎呀，那别犹豫了，肯定是送玫瑰嘛。那应该送几朵呢？你参照一下那个。那就51朵吧，它正好叫51。哎，好的，那您稍等一下哈。麻烦你。我心中只有你。包小涵，附件里是我大学同学发来的内部资料，资料表明，这哥们儿啊，他在美国做了很多高级酒店的装修装潢，所以内容非常有价值，请小涵过目。在会上是我的态度不好，我的问题，请小涵海涵落款，侯爵敬上。看看可以吗？行。小何总过滤了，您在会上的一些话如醍醐灌顶，使我茅塞顿开，应该我感谢您才对。回复。没想到包小涵同学也是一个会开玩笑的人，我十分的欣慰。如跟我再有分歧，请包小涵更直接一点。你跟包小涵就不是公平竞争啊！你就像你爸侯志荣，在公司里胡作非为，那叫什么狐假虎威，对，不像样子。你现在自己悟出来不是挺好吗？悟出来是好的，悟不出来不就不好了吗？喂，蓝旗？哦，好，我马上出来。哦，我有个朋友过来，我出去一下。去吧。蓝旗，这是你小朋友啊！好久不见。是啊，好久不见，有点意外。哦，对了，来送给你的。谢谢啊，这也太不好意思了。嗨，跟我还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别站着，坐那儿吧。真好吃。
11姐，11姐，你们坐。坐。10年了啊，你倒是一点没变呢。怎么可能？你倒是没这么变。哎，你怎么找到这儿的？我还能怎么找着的呀？找你爸呗。和他见了个面，吃了个饭，聊得不错。你怎么样？还好吗？一般吧，就像普通人那样，出国了，上学毕业，然后该工作了，就觉得应该回国。以后我就待国内不出去了。也挺好，国内现在机会多，你又有能力，肯定没问题。你呢？我都好吗？挺好的。真的。但是叔叔都告诉我了，你呀，在我面前还有什么好逞强的呢？我回来的不算晚吧？哎，你晚饭什么安排？要不然一起吃个饭？不行，我工作是24小时的，不能连一点休息的自由时间都没有吧？合同期内还真没有。行，我也是猜到你会这么说，所以才来这儿堵你的。那个，这合同还剩多久啊？应该还有2个月吧。2个月到期了，要不然你过来保护我？这开玩笑的。干嘛呢？11，我出去一下啊。哎呦，你要去哪儿？是来朋友了。我老朋友蓝旗，这是我客户侯爵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侯总你好，真是不好意思打断你们聊天啊。要不你们先聊着，我等会儿走。啊，没事没事，我们已经聊完了，我就不打扰你们工作了。是吗？那真是，那我就不送了啊。好，我再给你打电话哈。好，注意身体。慢走啊，慢走啊。去哪儿啊？去哪儿啊？回办公室。哇，11姐这么大一束，这么大一束花，11姐这么大一束谁送的？哦，干不干活了？谁送的？喂，老乡好啊。这么明显啊？还不够明显吗？他就算不送花，看你俩那劲儿，也看出来了。啊，这个人还行，比上次裸奔那个强多了。就看一眼你就看出来了？这一眼，不是一般的一眼，这一眼，我看穿了他的内心，他根本不敢直视我的双眼，这说明什么？这说明此人心里有鬼，非奸即盗。我告诉你，你一定要远离这种人，这种人太危险了。我都是为了你好，你别误会啊。你跟这种人相处久了之后，你身上就会有这种气息，这种气息会影响你的人生，对你人生造成伤害啊，孩子。他不是回来跟你求复合的吧？托你的福，人家还没来得及呢，你就出现了。哎呀，不客气啊。我谢你了吗？你就不客气？你倒真不客气。那他要是真求了，你答应不答应啊？
不会我还没结婚你就先结婚了吧？你得24小时跟着我呀。那你这要是结婚了，我怎么办呢？我不能给你这个时间，你24小时不可以离开我的视线。那个，没什么事，我先挂了啊。太操心了这一天，太让我操心了。爸，你跟蓝琪都说了什么？一切。哎，看我给他放点盐。放盐干嘛呀？我告诉你啊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别让昨天在你伤口。给我闭嘴！讨厌，真是。这搁点盐呢，这花它就活得久，知道吧？好养。哎，不是那么简单。来，我教你，是这样的。来，你看啊，这花啊，你得这么，你看斜着剪，哎，这样进去呀，你看，它就容易吸水，而且花就活得久，多好，是吧？这样对不对？对，斜着，对，是的。哎，他哪儿的呀？做什么工作的呀？啊，他是做酒店管理的，现在好像在管几家度假酒店。啊，这工作还不错。这男人呐，那就得有自己的事业。他多大了？30出头。哦，年龄也蛮合适。他懂事了，成熟了，就懂你，多好，是不是？哎，你知道吗？刚才我数过这花，你猜有多少朵？这一共啊51。叫我干嘛？我说有51朵玫瑰花。那小心眼儿，这小次郎，是在多少年前我就玩剩了，现在好意思拿出来？我跟你讲，这事放我都不好意思这么干，矫情，土死了，真是。叫51送51朵啊，那叫250怎么办？你说？讨厌，你才250呢，讨不讨厌你啊？人家土，这老土才管用，你呢？你都不会这老土，那你来点洋的。行，别插了，拿出去，看着就烦这会儿。你不想看，你出去。我出去就出去，我跟你说啊，你们就高兴吧啊！女人都是被这种小破事给骗了的，慢慢后悔去吧，你以后。很小伎俩，你就会吗？小伎俩。别跟他计较了，他就与长不大的孩子似的，一天到晚就知道玩手机，哎，操心。我跟你说啊，我已经跟导演商量好了，导演觉得特别好，要给你加一个番外篇。然后呢，其余的事儿呢，你就好好跟侯爵聊聊吧。真的呀？那就太好了，Mary 姐。哎，你快多吃一点。啊，行。可是，我要怎么跟侯爵说啊？你就跟他说，你等会儿。让方小姐给我们做品牌代言的事可以考虑。美梦成真公司的郝董事长谈成了，年入100万不是梦。100万！我的天啊！太酷了，Mary 姐，我是要行大运了呀，好事成双啊！太酷了，Mary 姐。过几天啊，我要去迪拜商务考察，能不能安排方小姐一起去啊？费用我们包了。我就知道没这么好的事儿。商务考察？啊，他以为他怎么想的就他知道，别人不知道呀。我才不会去呢。哎呀，怎么啦？啊？就这么点小事儿，年入100万不要了？但他这个色狼，他能做出什么事儿你不知道啊？再说了，要是让侯爵知道了，那怎么办啊？
你看你这还没结婚呢，你怎么就？我为了你这些事儿，我天天求爷爷告奶奶的，是不是？给你到处对接资源，好不容易吧，咱们弄了个网综，然后这咱们谈了个代言，多好的事儿啊！啊，你的好说不去不去了，那你说，那我的损失你怎么赔偿？那你说多少，我赔给你就是了。行，咱们就算算啊，咱们就单算美梦成真的这一单代言，你就按100万算，然后我占60%，那就是60万，拿钱吧。哪有这么多呀？哎呦我的天哪，大小姐，你可能是不太了解这个代言的这个行情啊，说不定我还说少了呢，要不然你试去啊？那就等我跟侯爵结婚了，我再付给你。你看看吧，万一你们俩结不成呢？万一他要是知道你以前那点破事儿呢？人呀就得2条腿走路，是不是？哪有到手的钱不挣的呀？放心吧，反正我这个人呢，就是有饭吃，我就没有闲嘴乱说啦。这个菜好吃啊，你过来尝点啊。我现在就发微信啊。哎呀，看什么呢？给我看看。跟你没关系啊。给我看看。看什么呀？跟你没关系，不能看。一旦要跟人说坏话怎么办？拍肩背。哎呦，哎呦呦，这是什么造型啊？啊，这什么时候的照片？上大学的，别看了。啊？怎么看不出变化呢？说明我年轻啊。这么多年照片还留着？南七发来的。嘿，我就知道是他，这种套路过时了已经。你那时候笑得多开心啊，看着就喜庆。你看你现在，天天脸拉得比谁都长。年纪大了呀，没办法像以前那么笑得没心没肺的。哎呀，我要是那时候认识你，我应该对你态度好很多。你幸亏没那时候认识我。我大学的时候可是练的散打，遇到你这么讨厌的人，我肯定就出手打他了。你一个女生，天天张嘴闭嘴打这个打那个，大家都犯法不知道啊？啊，法治社会了好吗？没错，所以以后啊少打架，早点休息吧。露露呀！你们终于来了。哎，这就开始拍了啊？对，对不起，请不要拍我。哎，这样，摄影老师，要不然你们先去楼上准备，我把情况跟他介绍一下，这就不用拍了吧？好，那我们先去准备。谢谢。这干嘛呀？这样？很简单的，你就帮我挑一下婚纱就行了。啊，挑婚纱。对。你们这节目也挺奇怪的，哪有这哥们儿给挑婚纱的？不都是未婚夫挑吗？对啊，我也觉得奇怪。不过导演说了，他就是想拍一下，记录一下我对未来婚姻生活的向往。拜托了。这跟我向往不着啊！走，走，上去了。
很多明星都找我们买婚纱、办婚礼。如果你需要定制名设计师的礼服，也可以通过我们，我们都是一条龙服务的。哎，你也是明星吧？来挑婚纱还有摄制组跟着。啊，我不是明星，我就是个新人。我能和你们2位留个合影吗？你们拍别带了，我不爱拍照。哎，可以，拍一张就拍一张。不好意思，帮我们拍个照片好吗？好的，谢谢。来，看这里啊，1、2、3。哎，头低一点。1、2、3。谢谢。我们到上面参观。好。哇，经理，这是你要的婚纱？对，这是我们的镇店之宝。哇，好漂亮啊！何洁，你看好看吗？好看。哎，你们的试衣间在哪里？我想试一下。好，我带你去。哎，2位，你们慢慢看啊。你们去，你们去。那我先去了，小心。这是名设计师做的。拍了，对着我不太适应。兄弟，你稍远一点，我太难受了这样。哎呀，就我挑，这多奇怪，你说？那你跟你那老相好挑婚纱了吗？这么多婚纱，你还没挑花眼啊？问问嘛，就我也不会挑啊。这家是不是更适合他一点？哎呦，挺沉，拿给放住吧。你去那儿拍着你呢。这更衣室我去干嘛？你去。方小姐，你真的太漂亮了，这个婚纱就像给你量身定做的，是吗？嗯，我也觉得很好看，真漂亮。方小姐，您电话。啊，你们先出去吧，我接个电话。啊，好的。方小姐在里面换衣服。谢谢。喂，Mary 姐，我昨天想了一晚上。我真的不想去迪拜，而且我觉得侯爵人真的很好，我也想好好认真的跟他发展下去。万一这事儿被他知道了，他可能连朋友都不会跟我做了。啊？那老家伙是疯了吗？他怎么会给这么多钱啊？谁？侯爵让你试试这件衣服。你什么时候在这儿的？喂，Mary 姐。完了完了完了！我刚才都说了些什么呀？我不记得了都。不是，我怕是被侯爵那个保镖给听见了。他刚才就在外面，我都不知道他听见什么了。我哪知道他会借着送婚纱来偷听我打电话呀？这可怎么办？好吧，我知道了。哎，要不你俩坐会儿歇会儿啊？没事没事，我们这应该的，工作需要。不是你没事，我挺难受的这样。没事没事，不是。你们这节目准备什么时候上？应该快了吧？具体时间我也不清楚。哦，对，你们这是番外篇。哦，那我说你们这个弄得挺奇怪，哪有这个叫朋友来帮选婚纱的？那不找事儿吗？什么朋友？
你不是他未婚夫啊？什么未婚夫？朋友。那可是方璐说你已经跟他求婚了，而且很快就要举办婚礼了。导演为这事还特意安排了今天的拍摄。如果不是真的，那这麻烦可就大了呀！别闹了，我没闹啊，哥，全剧组人都知道，真的。未婚夫啊？对啊，我跟他。对啊，方璐吗？方璐老师。这什么呀？你们这别跑了，这开玩笑一样，这什么的瞎整吗？这不是？走，11走了。哎，别走呀，别走呀！你不跟方璐说一声？瞎闹，就是骗人吗？这不是？走了。怎么走了呀？导演打电话呀。哦，对。喂，导演，我们被骗了。嘿。对。哎。好。啊，他们人呢？走了。走了？为什么呀？为什么？我还想问你为什么呢？人家根本就不知道你们要结婚的事儿。方璐，我就纳了闷了，你在这遛傻小子玩呢是吗？啊，人还没红就开始骗人了，你胆子真不小啊！他们知道？你听我说，这样，我让 Mary 给导演打电话解释清楚这件事情。谁打电话都没有用了。方璐，导演让我正式通知你，你已经被节目组除名了。哎，你们别走呀！他们怎么走了？方小姐，不拍了吗？方小姐，我觉得肯定生气了。方小姐，完了！哎，方小姐，哎，方小姐，你别这样啊！这还有好多顾客呢。方小姐，你快起来呀！方小姐，快起来呀！食堂的饭也太难吃了啊，难吃的要命。咱们公司附近有没有什么好吃的面馆啊？我爱吃面。有啊，楼下就有家重庆小面，特别好吃。楼下我怎么没看见过啊？就在斜对面。那明天带我去啊。好啊。喂，Mary 姐，你现在方便说话吗？不方便，我现在说话相当不方便。你不方便我也得说，我换好婚纱出来，就发现侯爵已经气冲冲的走了，还不知道跟导演说了些什么，害得我被栏目组给赶出来了。怎么办啊，Mary 姐？我想肯定是他那个保镖在更衣室偷听了我们俩打电话，一定是他告的密。哎，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万事开头难，开了头以后，你会发现这个事儿往后会越来越难，是吧？你刚开了个头，这点困难算什么呀？哎，你不要着急，这样啊，明天我一早来找你，有我玛丽姐在，你心就放肚子里吧啊。好了，别啰嗦了，大姐，我正聊事儿呢。你未来的大事儿，我都为你操心啊，天天的啊。行了。喂，各救援队成员注意！各救援队成员注意！有山友失踪，救援队马上集结！救援队马上集结！来，大伙都过来一下。年龄。这是这片区域的地形图，根据救援指挥部的安排，公安部门负责搜救这一块 A 区，武警负责 B 区，我们配合搜救 C 区。失踪者是艾山，男，36岁，电视台编导。他最后一次和家人取得联系，大约是在6小时之前，之后就再也没有消息了。他的照片还有他的行动轨迹，我们都已经发到了大家的手机上，大家注意看一下。今晚天气情况比较复杂，注意安全。
还有什么疑问吗？没有。好，出发！出发！队长，这个是什么情况？失踪者的妻子非得来不可，孩子才5岁。你不要激动，不要激动。谢谢你了，求求你了！大家注意脚下，不要踩空，注意脚下，注意脚下。石爱山，石爱山。大家注意脚下，注意安全。珊珊，看脚下啊，注意脚下。珊珊。